大家好，我是于超。请大家等我一下，我先把这个链接发到我不同的自媒体上面。今天呢比较好的是我的这个摄像头不绿了，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大家还得忍受一下这个比较低质量的这个输出，因为我买的那个照相机还没有到。好，最近呢，有一位导演叫李云祥，他拍了一部片子，这部片子的名字呢叫《Unsilenced》，就是没有被灭声的。那么它的中文名字呢叫做《沉默呼声》。这个电影呢讲的就是当年呢，我还有我的这些同学，还有我的同修，冒着这个生命危险，把中共镇压法轮功的这个事情传到国际上的这个事儿。我觉得 unsilence 呢翻译成沉默呼声呢显得有点硬译了。其实我觉得它如果翻译成不容青史尽成灰啊，这个既有文学色彩呢，也更切题一些。因为中共呢他做了一些错的事情，他就想尽量的把这些事情从历史上抹去，但是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向世人呈现真实的这个当下的这个事情，以及其实也是历史。那么在李云祥拍的这部片子中呢，他主要的人物呢叫做王博宇，实际上呢就是用我的那个同学王维宇的这个名字啊改了一个名字，里边呢有一些就是这个王维宇啊，他是如何联系国外记者，然后那个打通信息渠道等等这样的事情。那么那里边呢就是清华这边的人呢是两对情侣，实际上呢当时在清华这个群体里啊是两对夫妻，一个呢是我和我太太，一个呢是王维宇呢和他的太太。但是呢就是这部片子他把我做的事情啊基本都是说成是王维宇做的，而从这个剧本中呢完全抹去了我的痕迹。那么不但如此呢，这个李云祥呢在这个接受那个大纪元呐还有新唐人的采访的时候呢，谈呢也只是提到王维宇的名字。他说他最初接触到这个事儿呢，也是因为就是遇到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跟他提到这个事儿，他就知道了，他也没有说那个人是谁。那么我就在自己的脸书上，那个一方面恭喜这个李云祥，就是这个电影获得了奥斯汀电影节的这个观众选择奖。那么一方面我就想问他，我说那个为什么不提到我的名字，为什么要把我的这个整个人就从这个故事中抹去哈？然后呢，他给我的回答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电影里没有你的故事。
那么我呢，就是前一段刚刚经历了这个明慧网以及新唐人大纪元对我的过去的全面抹杀。那么现在呢，就是以我的人生经历，为蓝本的这个故事呢，被拍成电影，而我做的事情，在里边很多都说成是王伟宇做的。王伟宇也在这个电影的最后就出现了吧？好像这个我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这个我呢，就是想专门做这一期节目啊，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说。我看一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留言，我看看。哦，那个谢谢这个朴远杰，谢谢这个 Medicine Buddha。有的人说这个事情不是你和王伟宇同时做的吗？那么现在我说王伟宇联系国外记者，那不一定都是你做的事情啊。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只要你谈到联系国外记者呀，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就我记忆所及，我不记得王伟宇和那个国外记者直接通过任何一封电子邮件。那么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那么整个的法轮功群体啊，他得以知道这些事情啊，就我所知是呢，来自于2015年开始，当时还在新唐人的这个肖明，他做了连续的4集这个纪录片，名字呢是我们的故事。开始的3集呢还都说的是我们这些清华同修的这个人生取舍，然后走上修炼路的这个过程。那么第4集呢，守望光明里边就比较多的涉及了我们这个联系国外记者的这些事情。那个片子呢，就是拍出来以后呢，也获得很多的这个好评，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呢，由于这个明慧网啊、新唐人大纪元抹去我所有的痕迹，这个片子已经从这个网上，从那个新唐人的网站上被完全那个抹掉了。但是呢，在 YouTube 上边，在那个 Rumble 以及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叫做另外一个网站叫做什么来了？另外一个网站吧，它是那个区块链的网站上还能找到这部片子《我们的故事》。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我们的故事》空格事事关心，你就可以找到这个片子。整个这个事儿开始啊，是在2000年的前后。当时呢，中共开始镇压呀，给我们这些就是以前不问世事的这些学生和普通的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这个冲击和伤害。当时呢，我刚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那年我27岁嘛，那个并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事儿。我所能知道的，就是往那个国务院信访办还有中央信访办写信，然后呢去那个我自己去的是公安部信访办上访。然后也为此遭到这个非常残酷的这个对待。那么，在2000年4月25号那天呢，我再次去天安门，去打开横幅。那么我再次这个被关押了这个1个月。那么在此之前，其实我已经意识到啊，就是打通这个通讯渠道的重要性了。所以呢，我请太太呢，就是从她当时还在清华当老师，借来了，就是这么高的这个横着放的这么高的一摞书。我的学习能力比较强，我快速的从那书中找到了当时被称为 PGP Pretty Good Privacy 的那么一个软件。这个软件是一个美国人叫 Philip Zimmermann， 大家听这个姓就知道他是德国后裔哈。Philip Zimmermann 发明的，算法不是他发明的，但这个软件是他发明的。我呢掌握了这个软件的这个用法，那个也并不是很容易掌握。但是我始终都没有把它给传播出去。然后呢，这个我2000年4月25号被这个抓，然后呢，大概5月25号前后呢，不是5月25号，5月25号再加7天，也就是6月初，我呢被这个从海淀看守所放出来。那时候我在这个看守所里受过很多的折磨，所以我也很害怕，我就不敢再有所动作。其实前一次已经让我足够害怕了。那么这一次就让我更加害怕，我也不敢有所动作。然后呢，那个
当时呢，我太太已经是被抓了，因为她去天安门城楼上和另外16名弟子打开这个大法的这个横幅，她就被当做这个重刑犯关到那个只关押那个死刑犯的那个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当时呢，大家都管它叫7处看守所，因为7处是刑侦处，专门处理这些杀人犯的。他们用这样的一批人来处理这个法轮功的这个修炼者。然后呢，当时的有一个美国同修，我认为他在当时是既有远见又有勇气，那么他就来到中国，他看到这个当时全中国的这个大法弟子啊都在往北京走，去打开横幅什么的，他就做了和别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件事，他就来到这个海淀区，召集了这个北大、清华和中科院的这些大法弟子，和他们在那个圆明园开了一次会。那么这次会呢，被这个北京市公安局非常的重视，调查这个会的来龙去脉，调查了很多年，长达10年之久，也可能是。我进了监狱很久了，还有这个外来调查的人来问我说：“你当年参加没参加那次圆明园的会议？”那次我正好就没有参加。那么这个同修他为什么要找那个北大、清华和那个中科院的那个人呢？是因为你但凡有反抗，你必须有组织。你有组织的话，你必须有那些有想法、有行动力的人，你还能使用现在的这些工具。而这些人集中在哪儿呢？实际上呢，又年轻又有干劲儿，又有这些这个快速学习能力的这些人呢，就是在北大、清华和那个中科院。他当时找的这批人呢，是当时的学生、研究生、教师，其中就包括我二姐。他们在那个圆明园开完这次会以后呢，当时参加会的人因为能和美国的同修联系上啊，都觉得还是挺振奋，也很受鼓励的。我没有去参加那次，但是我有所耳闻。但是呢，我们姑且管这个美国同修叫他丹吧，叫他丹。那么这个丹呢，他呢就没有找到他觉得合适的人。这时候就有一件事，我到现在都奇怪，有一个中科院的一个同修，他就跟这个丹说，他说你去找那谁啊，他还有个弟弟，他说你去找他弟弟。后来这个丹呢就设法找到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会推荐我，因为我和他此前联系的并不多。但无论如何呢，他向这个丹推荐我，这丹就找到了我。正好我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冲锋陷阵、决一死战的这种人。当时在99年呢，到这个2000年的时候，整个法轮功的这种法轮大法弟子称之为注释正法，然后讲清真相这件事儿哈。最开始的时候，他所做的仅仅就是这个像我以前做的那样，给那个信访办呐去写信呐，去上访啊，去天安门打开横幅啊，最那个什么顶到头了，去天安门城楼上打横幅。然后就在2000年4月25号那天呢，我和现在在爱尔兰的一个清华同修，那个还有其他几个人一起上天安门打横幅。那么那位同修呢，他眼看着我在天安门被抓，他就想不能这样损失，然后呢，他就再次坐地铁从天安门回到南礼士路，他就在南礼士路的路边打开了横幅。他把这个经历呢写下来投到了明慧网，当时呢给这个全球的大法弟子也很大的启发。后来呢，我的师父呢也写了这个文章啊，去肯定这件事情，并且说呢，就是要向这个世人讲清真相。所以当时我们的讲真相的这个目标就从了这个国家政府变成了广大的这个中国人民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你其实要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其实在当时都是一个飞跃，而且你都不知道这么做是对还是错。那么对于当时的这个同修来说哈，就是说不去天安门，你仅仅是站在路边去向普通人讲真相，这件事本身是不是符合法，是不是在法上，是不是没有充分的表达我对大法的这种这个讲真相的这种怎么说呀？说俗一点是忠诚吧。
这都是要仔细考虑的一件事儿。当然，在后来的很多年中，就是向世人讲真相，因为有师父经文出来了，这就成为一个就是主流的这个修炼的实践了。但是在当时，在爱尔兰的赵明刚刚开始这么做的时候，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符合那个正确的做法，但是他自己当时凭着自己的这个自由意志吧，他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么当时我呢，我也不评价我是说什么做什么了，我就只是说，我当时就和我身边的2个后来成为我重要伙伴的同修，我说这个共产党敢动法轮功，我们就要粉碎共产党的统治。那么他们当时非常惊讶，因为当时法轮功这些主流的修炼都在说讲清真相啊，去这个善意的呀，抱着什么这个心呐，去什么都不怕别人来看呐，我们这什么都是光明正大的。然后我就说要粉碎共产党的统治。然后呢，和美国同修联系上以后，我哈哈大笑，我说我有美国朋友了，现在我也是美国人了，我也成了别人的美国朋友了。但当时我哈哈大笑，我说我也有美国朋友了，而且我咬牙切齿地说，我说对付共产党就得中美合作所，这就是当时我说的话。那么我在当时如此放肆地说出这样的话，当然是在我和我很近的那个同修中这么说了。我发现我要在一个大众中保持好印象的话，其最高明的做法就是闭嘴，什么都别说。这样的话呢，别人啊一看于超还能高看我一眼，一旦我说出些什么来呢，这个就是两极化就产生了。当然这个是一个评论了哈。那么当时那2个同修都对我侧目而视，就说于超你这个常人心很重啊，你怎么争斗心这么重啊？但是无论如何呢，就是我的心里话，你要是敢动法轮功，我就得粉碎你。然后呢，那个当时呢，就是很多人都要去天安门，和我在我身边的人呢，后来成为我重要这个伙伴的这个2位朋友同修，其中一个也是要去天安门，我就一再的跟他说，千万不要去天安门。我说现在必须有一些人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把这信息渠道打通，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各地上访的人中间找到我们的联系人，这样的话呢，明慧网的这个联系人才能遍布这个中国。而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会，迟早有一天，所有的这些人都会被打散。我们再去一个省一个省的找他们，我们是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然后他就是一再责备我说，这么多人都去天安门，你就缩在后边。他就直截了当的说，于超你就是个缩头乌龟，就跟我这么说。后来当时我也就笑着说，那缩头乌龟就乌龟吧，我说那我就缩头了。然后呢，就是我当时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把我这些想法就是告诉那个我要培养成为那个联系人的这些人。那么他们都抱着这个抛家舍业的这个心来到这个北京，就是注释正法在此一举。那个天象已经变化到这个程度了，我如果今天跟不上这个正法进程，如果我今天不能做出这种壮烈的行为，那么一个呢是我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呢就没有履行，重要的是我没有走这个正法的路。那么突然有一个人来到我面前说，你现在不要干这些事情，你要把我交给你的这个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对他们来说都是那种从来没见过的，一摁那开关，风扇嗡一转，他就觉得哎呦，就有点害怕的那种东西。我要说你把这个东西学会，不但如此，我说我要教你什么是加密，打通信息渠道，信息是战争的生命线。我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那个消息传出去，如果不传出去，他们在国内我们就任他们鱼肉；如果传出去，国外的这个人在动，我们在国内传消息，这样的话全球会对中共形成一种围堵。我们就是把他围在里边打，而不是他们把我们围在里边打。就是这一套话说出来以后，别人并不是觉得对于超刮目相看，哎呦，觉得于超你太有想法了，完全不是。他们眼中透出了疑虑，甚至是有些害怕的光。他们觉得可能遇到了一个乱法的人，或者是遇到了一个自心生魔的人，或者种种吧。当时就有人说我是魔等等等等的。我在法轮功群体中走过了20几年，我经常是处于这种处境，就是我发自内心的一些想法被人们认为是错的，而且我这个人呢被人们认为是离经叛道，而且是魔吧。不管如何，
当时我要这么做。现在我说的就是我第2次被抓出来的时候，那是4月25号给我关押38天，也就是6月初的时候，我出来了。那个丹开完了那次这个会议以后，找到我，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说这些什么事儿，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这个想法，我就说里应外合，咱们得和那个共产党干。然后呢，他说呢，就是他就去外国找这个通讯社记者，然后我呢在国内呢去和他们这个联系。其实最开始还没有谈到这个事儿，最开始因为他看了我写的一些文章，他就觉得好像我是比较有想法。他说720快到了，你能不能写一些文章去这个比较就是站在一定高度上去谈这个整个事儿的来龙去脉。后来我跟他说呀，我说我是将才而不是帅才，我说呢冲锋陷阵我可以干，我说你说要引领什么方向，我说那个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跟他说，这是当时我对自己的评价。后来他听了以后呢，也就表示那什么。联系这个国外记者的事儿呢，是后来他在这个跟我谈的。他回国之后，他回到美国之后呢，中国这儿在6月16号，注意啊，我和他见面的时候是6月初，他回国之后，还是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发生这个事儿了。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发生这个事儿了，就是北京工商学院的一位那个教师，英语教师赵鑫，因为在这个紫竹院和那个北京图书馆又叫国家图书馆之间的小道上练功，被海淀公安分局抓去，打碎了456三节颈椎。那么这个事儿呢，给我们清华大学以及这个当时那个高校区的这些同修啊，都有非常大的这个震动。然后呢，那个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当时谁去看望他都可能被抓。后来呢，我就和现在在加拿大的一个同修商量。我说得有人去照顾赵鑫的同时呢，就把那个监视他的人的那个情况了解清楚，把这个东西不停地往出报。我说只有往出报，我们才能就是保护赵鑫和保护我们自己。我说如果我们这时候什么声都不出的话，他们就会使劲打我们。所有我的这些想法啊，在当时都是离经叛道的，因为当时主要想法就是一定要向这个人讲清真相，要向他劝善，要向他那什么。我从很早开始就意识到了。就是你一定要给你的对手施加压力。对手这个词儿在法轮功中也是离经叛道的。我说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敌人这个词儿也是离经叛道的。我说这是一场战争，战争这个词儿也是离经叛道的。我说通信是生命线，生命线这个词儿也是离经叛道的。因为你为什么不说师父的法才是你最根本的依托呢？实际上这两件事并不矛盾。如果你要完全否定了这个日常的用语的话，实际上你是什么都说不了，什么都做不了。你自己就把自己给麻痹了。你看见黄蜂去逮那个肉虫子的时候，先在他身上注入一针毒针，然后这肉虫子就麻痹了，然后他注射这个卵在肉虫子的身体里孵出它的东西来。现在这么多年发生的很多事儿就是这样。这一大群人被麻痹，首先是被人用改编后的法轮功的语言给麻痹了，然后呢，从他们这个实践中孵出来的那个东西呢，其实在我看来并不是真善忍的东西。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然后呢，当时那个同修呢，他就是表现得非常低调，然后呢也不是和那个法轮功同修一样去好像为法轮功说那什么，他只是表现成一个北漂族来清华打工，然后只是认识这些人，帮他看一看人，这样的话呢糊弄过去那些当时就是监视这个谁来看赵鑫的那些人，才能免于不被抓。而他当时这种行为呢，一定程度上也被认为是心性低的这个行为。但是真正办成事儿的是这样的人。然后呢，很多人去看望赵鑫啊，去那什么。赵鑫的那个房子里是不允许被拍照的，当时大家也很沮丧。后来我又给出主意，我说假如这么一个小的地方不让拍照，我们看更大的地方能不能被拍照。如果这个小的地方我们无法接触的，因为他们当时把窗户给堵上了，用纸给堵上了，我就说我们去看更大的外围，这样的话呢，他们防守不了这个外围，我们哪怕拍到一点儿，我们就往出报。当时赵鑫的这个情况就不停地往出报，其中我二姐也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贡献。然后呢，这时候呢，那个丹就跟我说，他说他要联系这个国外记者。
首先联系的就是当时那个英国每日电讯的那个特约记者叫 Nancy Hilton， 他另外一个名字叫 Isabel Hilton， 他在2009年的时候获得大英帝国官佐徽章 OBE。OBE 是一个平民所能获得的非常高的一个徽章，就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歌手叫 Mark Knopfler， 他就获得了 OBE 徽章。而我非常推崇的一个就是被称为好像西方文明最后一个骑士的那个 Roger Scruton， 他也是被封为那个 OBE 这么一个头衔。那么 Isabel Hilton 当时由于他在中英两国之间外交的贡献，他被授予这 OBE。那么10年之前，我在中国呢帮助他去采访这个赵鑫。那么当时我们的这个甩脱跟踪他的人的那个战法呀，还是很生涩的，还并不成熟。那么后来说我是缩头乌龟的那个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呢，他发明了一个非常棒的这个战法。后来我们在每次联系这个记者的时候都使用了这个战法，而且一次不曾失手。所有的这些事儿是在我联系记者的前半部分，就是我的最初团队没有被击溃的时候。而在这个过程中，王卫宇一点都没有参加。所有的这些事儿都是我和那些人一起去联系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一方面去联系记者，我呢一方面去培训那个就是全国各地的这种那什么，就是来北京的这些人。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每个人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其中王伟宇做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他拿出了他的身份证，在北京西三旗再往北那个霍营那个地方，由我刚才说我的那个重要助手吧，他去拿着王伟宇的身份证租了一个教室，一下培训了30几人。他自己写了那个就是培训教材，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大量投入的。而在这个大量投入中，你知道最大的考验是什么吗？最大的考验实际上并不是说那个共产党啊对你的这个镇压，因为当时我们面对这个镇压是毫不犹豫的去反抗，可以说是最大的这个挑战是：我做的这个事儿是注释正法了吗？我做这个事儿是讲成真相了吗？那么多人前赴后继的在往天安门去走，我们在这儿做一些完全看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和那个事儿没有关系。我们调查的是油墨的价格，调查的是那个什么松下那个自动油印机一台那个生产量是多少，手摇的油印机生产量是多少，各自的油墨耗材是多少。去中关村电子市场是调查这个，我拿出了当时我那些积蓄中的3万块钱去买了这个3万块钱，当时对我来说不是小数，是我当时全部积蓄中的相当的一部分。3万块钱去买了这个是松下还是 National 的这个高速油印机，在这个霍营建立了这种北京的一个印刷点，短时间内印出了70万份70万份这种资料。所以我同时干这样的事，每个事儿它都需要大量的联系。你去培训那些情报网的种子是一种联系方式，你去联系你这个印刷品的下家又是一种联系方式。因为你作为一个生产厂商，你需要找到你的客户，其中你都需要做 marketing， 你需要做 marketing 的这个同时，就需要屏蔽你和你的这些散发资料的人的这个关系。而你一旦屏蔽这种关系，你不得不面对一个你为什么把别人推到前边，而你缩在后边这么一种良心上的谴责。这种良心上的谴责，它有2方面的这个压力。一方面的压力呢，是你自己以及周围人对你侧目而视的这种道德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个人呢，就像我以前在一个节目中谈说这个，为了永生啊，你能混淆善恶多久？就是常人中的这个英雄人物，比如他20岁死是吧？他在天平的一端放的是他剩下的60年，打比方说他是活了80岁，他放的是那个60年的人生，那边放的是建功立业。所以呢，他放弃的只是60年的人生，所以他取那个建功立业，我20岁我就死，是吧？这是一个权衡。但是作为我们当时的来说，如果你不能跟上政法进程，如果你不能像大法弟子一样做的是在法上的事儿，你丧失的就是你的永远，是不是这样？
那么当这个东西放到天平上的时候，你那个东西的取舍就变得相当困难了。所以呢，就是说，当时对我来说呀，更容易的事情，真的就是去天安门打开那横幅。那无论我去挨打或者我去那什么，我都松了一口气了，因为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儿了，我这条命就放在那儿，然后我的未来已经得到解决了，是不是这样？可是我眼前的事我又必须去干，因为当时我四顾没有人能有我这样的远见，没有人能有我这样的 vision， 所以呢，就是一路走来，我觉得最大的压力就是在你的 vision 和周围人他所能做的这个事情上，这个差距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这个挑战，到现在都是这样。那么，当时呢，就是我同时做这么几件事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吧。后来我写的那个就是信息安全漫笔啊，里边也积累了很多当时思考的这些问题，人之间该怎么交换信息呀，然后你该怎么去等等吧，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从20几年前就开始思考的，也开始实践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帮助了这个来自这个英国《每日电讯》的伊莎贝尔·休顿，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就是我们联系上了那个什么，就是当时在那个《华尔街日报》工作的Ian Johnson，他的中文名字叫张岩，而这个人呢，也是这个李云祥这部片子里边这个外国记者的一个原型。因为在李云祥的这个片子中，这个外国记者后来获得了这个普利策奖。张岩呢，因为对法轮功的报道，获得了2001年的普利策奖。这也有很多故事可讲。他获得普利策奖的那篇文章的采访是他自己联系的，我没有帮忙，所以我不打算就是声称我呢和他的普利策奖在这方面帮忙了，但我在其他地方帮了不少忙，因为他呢想在中国广泛的采访啊，加密的通讯手段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其一。其二呢，有人帮助他甩脱跟踪他的多组这个秘密警察，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甩脱的战法是我的那个重要伙伴发明的，而由我们这些人共同实施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就是我说这个王伟宇的那个作用是租了那个就是那个教室，其他的他还没有介入到这时候。那么那个战法在20几年前呢曾经非常管用，我呢也曾经想在这个我们这个群体中推广这个战法，但是呢后来发现我们这个群体中大量的人他其实并不真正在意这个仗能不能打赢，他们在意的是自己倒下的身段是不是足够壮烈，他们在意的是自己能不能跟上明慧网所宣扬的那些标准动作，而有些事儿真的你是必须去做，没有人给你后边什么签名说这个事儿是对的，没有，那个事儿在你眼前，你必须用你的心去判断这个事儿该不该做。后来我这个战法呢一直都没有能推广出来，现在我说一说也没有关系。那么这个人呢是被严密跟踪的，这个记者是被严密跟踪的。那么我就跟这个记者说呀，我说你早上起来以后啊，你要这个大量的吃东西，大概在10点钟的时候你还要再吃一顿，你要吃得非常饱，然后吃得非常饱之后你就开始出门遛弯，你要一直遛到这个下午1点左右，其目的就是把跟踪你的人呐这个遛得非常的饿，然后呢你逐渐遛，你就走进了我们约定的那个地点。那个地点一般来说是一个快餐店，这个快餐店有明亮的这个玻璃，从外边可以看到里边。然后呢，那个你呢就走进那个玻璃，就走进那个快餐店，你到第2层坐一坐，然后你就等我的电话。这是我告诉这个记者的全部，因为整个这个战法你不能告诉他全部，你只能告诉他需要知道的那部分。我说，然后你就等我的电话，这就是我告诉记者全部的事情。那实际上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做的事情啊，
是这个在这个快餐店，打比方说是肯德基店，外边安排一个人，里边2层也安排一个人。然后呢，对了，我们还要求记者呀，这个有可能的话，在1层食品柜台那儿盘桓一下，然后再上2层，就看一看食物，再上2层。那么跟踪他的人，跟踪到1点多快2点的时候，肚子已经非常饿了。首先，这个人他呢去跟着他进来的时候啊，他有2个可能，一个可能是站在这个店外边去监控这个记者，因为那个店是有玻璃的，他可以站在这个外边监控记者。一个可能是走进这个店里跟着这个记者。假如他站在这个商店外边看这个记者的话，他一定会扭身透过玻璃往里看。而这种行为呢并不多见，因为如果你是在那儿等人的话，你会站在这个肯德基门口，你向外边，你门外啊，你向这个外边看，而不是你站在门口透着玻璃向里看，因为你向里看的时候，你何不推门进去呢？是不是？所以如果有人站在外面透过玻璃向里看的话，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跟踪他的警察了，是这样吧？而这个人呢，如果跟进去的话，好了，我就让这个记者直接上2层，就是稍微盘桓的就上2层。那么如果这个人他也直接就跟到2层去了，那么有2个选择，有2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他在2层有人等他，是不是这样？有人跟他说好了，我在2层等你，他就直接去2层了。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就是警察。事实上，在那个2层也有我们的人在那儿观察。如果有一个人直接上来，也没有人跟他打招呼，就坐在那个能观察那个记者的地方，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这个人就很可能是警察。那么实际上，这个警察进去以后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因为他已经被遛得非常饿了，那个食物的香气，还有别人吃饭的那个食欲，都会使得他有可能忍不住他的这个食欲，你知道吗？他去买东西，那么这就更好了，我们就要打这个时间差，然后让记者再从上面下来，坐上我们就停在旁边的这么一个已经雇好的出租车，那又是一个人。然后呢，跟记者的人呢，他可能是开着车跟，是这样吧？但是你走进这个快餐店，你得用2条腿走进去，是这样吧？而当你这个人记者从上面下来的时候，等他发现的时候，他会站起来就跟着记者。这时候记者如果一旦坐上车，我们就在这个一次一次的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啊，一方面去观察谁是警察，一方面去消去那个警察赖以占我们优势的资源。此前我们是2条腿，他是4个轮子，在这一连串的动作下，我们是4个轮子，他就是2条腿。然后呢，我们坐上这个出租车，我们就会往前开。但这时候仍然那个警察他会打电话叫他们的人用车跟上，是这样吧？所以在这时候仍然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是4个轮子，他仍然是4个轮子。这时候我们会找一个过街天桥，过街地道，或者过街天桥，出租车就会在那儿停下。停下之后，我们会从地道走过去。走过去之后呢，在这个情况下，跟他的那个车，我们要保证这个2条路之间是有水泥墩子的，因为公安开车非常霸道，他要想跟你的话，根本就不在乎什么这个逆行不逆行，直接就拐过去了。我在那儿必须有这个物理障碍物，所以我们要找有水泥墩子的这个地下通道，然后从地下通道走过去。这时候我们再次从4个轮子变成2条腿，而跟着我们的人如果有4个轮子的话，他也必须是2条腿就走过去。走过去以后，我们会再继续走一段。实际上我们发现了在那附近不远的有一条道，我们就继续往那条道里走远一点，而那儿还会有一辆出租车。这时候我们就是真的4个轮子对付你2条腿了，坐上出租车我们就走。这时候我们还要防备警察呢看到了我们的出租车号。我们下出租车的时候从来都不是在我们真正要去的地点下车，而是在半路下车再换出租车，然后我们把记者接到
那个真正约定去会见的地方，是一整套战法。那么我在这个过程中呢，接过很多的这个外国记者，其中包括这个当时在华盛顿邮报的 John Pomfret、菲利普潘、Ian Johnson， 这个都是此时在西方世界大名鼎鼎的这种中国通了。在当年，他们都是在中国这个跑新闻，身后跟着多组这个警察的这些人。那么也包括那个美联社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社长、分社长，那个 Charles Hustler， 中文名字韩村乐，所有的这些人都是我联系的。所以只要你这个李云祥啊，你拍的电影里有和国外记者联系的情节，那么那个原型一定是我，而不是王伟宇。你把这些事情又安到王伟宇的头上了，这是我感到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但是呢，王伟宇在这个后来的这个我的第二个团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过一会儿我就慢慢说这个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国外记者过那什么的时候，过地下通道的时候，实际上他们身边左边右边后侧的左边右边都是我们的人。其中当时我就跟着那个美联社的那个分社的社长 Charles Hustler 韩村乐呀，我就在他右边。他个儿不高，他的个儿，我就发现这个外国著名新闻社它有这么一个特点，他们那个记者在中国，一个就是中文极其流利，我的天，他那个中文非常流利，越是这个金发碧眼的，他说那个中文简直就是非常流利。反而是那个菲利普潘，他是华裔，他说那个中文反而是有美国味儿，你知道吗？就是说这帮人业务都特别精。还有呢，他们个儿啊和中国人挺像的，像我身高是1.78米，在中国人中已经算比较高了，他们的个儿比我矮，戴一个帽子根本看不出他是美国人。我就说你到底是记者是特务是吧？所以也难怪那个中共弄那么一帮人跟他们是吧？但是韩村乐就是哈斯勒，他的那个头发是金黄的，所以他戴那个帽子以后露出一段金黄的头发，但是你不仔细看你也看不出来，非常低调。哈斯勒后来成为那个《华尔街日报》在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分社的社长，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些人呐，他长期在中国混呐，和中国之间都有这个怎么说呢，默契。说到这儿，我再说些这个花絮，就是后来成为那个白宫那个东亚事务主任的那个伯明啊 ，Matthew Pottinger， 伯明，他当时是和那伊安·庄森一起在中国做采访的，但是当时我没有遇到他。那么他呢是在这个中国被打了2次，应该是其中一次是让他蹲着在那个厕所那个坑那块，把他那个笔记让他自己撕了扔到那里边。其实就像我在以前节目中分析的，就是说你这个人挨打不挨打呀？要是我说哈，这个完全是我脑补啊，下边的话全是我脑补，大家自己评价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这个像 Wall Street Journal 这样的记者在那儿挨打不挨打，这都是经过这个警察多少次开会决定的，谁去打，什么情况下打哪儿？你是打眼呢，还是打耳朵？扇耳朵是扇脸，还是把这扇聋了他耳朵？这全都是要研究好的，不是说谁一脾气一上来就去打的。如果谁脾气一上来打，跟着他那么多组人，不出2礼拜人就打死了，是吧？而这个中国方面能决定打，其实你要是我说呀，他已经和那个《华尔街日报》那边沟通好了，说这个人他有点越线了，然后这个反正那个话就递过去了。而华尔街那边，《华尔街日报》那边也得首肯说行，你打吧。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伯明他知道就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其实一定程度上也随敬中共，所以他就离开《华尔街日报》，30多岁去那个什么了，去那个海军陆战队了。当时他是特批，因为他已经超龄了，他去海军陆战队了。就是这些花絮吧，就是我说一说。那么那个我和这些记者打交道呢，使用我们那个朋友设计的刚才那套战法，一次都没有失手过。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同时做，又是印刷呀，
又是这个培训那个加密的这个技术给这些情报网的种子呀，我们已经迅速的被这个注意到了。因为和我们联系的人呢，他们当时都放不下那个就是自己亲身做那个标准动作的诱惑。因为在修炼中不同时期啊，你会看到在这个修炼群体中它是有一些标准动作的，你知道吗？在明慧网上会刊登一篇又一篇的这个文章，就比如说什么那个放鞭炮啊，放了鞭炮以后我心情就提上去了，或者说我速江，我10名速江了以后，这个老太太身体别看那么胖，走路简直像飞起来了一样。这就是明慧网上一再带风向弄的这些那个标准动作。当时很多人克制不住自己，我就要按照标准动作做，只有按照标准动作做，我才能心里放心。而你于超的这一套，你是什么旁门左道是吧？什么加密，什么 Philip Zimmermann 什么，这听起来都觉得你是异类，你哪儿就不太对头，就这个都是这么看我的，你知道吗？到现在我被法轮功官方实质上除名了，就弄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么那个我周围的人呢，逐渐的被抓，而我之前之所以能同时做这些事儿，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是在于我的匿名。什么叫在于我的匿名呢？就是当时我就是一个就是很散漫的人，就是清华练功点呢练功，我有时候就经常不去。然后呢，那个警察在我太太被抓以后和我交谈，由于我横眉立目，他就觉得他都怀疑我是不是法轮功，那这个反而给了我保护色，然后我继续去干就是这些事情。但是当我的周围的人逐渐被抓的时候，所有的那些箭头都开始指向我了，我的这些匿名的这个匿名性就难以得到保证了。而我一旦被他们这个十字准星瞄准上的话，我能在外边活动的时间就是很有数的了。当时我也都明白这一点了，所以当时我朝思暮想，怎么才能那个最大强度的去打击他们。那么我想的就是一定要建立这个广泛而深入的这种情报网。而你建立情报网的最关键的东西不是技术，而是 vision， 就是你的洞见能不能以合适的方式有效地传达给那些能活下来的人。你就已经被这个漩涡呀，整个海上这个直径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漩涡，把这里边所有的生物都往下卷。我已经在漩涡之中了，我被卷到那个最深的漩涡里边，只是个时间问题。我就要在卷进去的这个过程中，就像被黑洞吸进去的时候，要发出最强烈的 X 光，去照亮未来可能被照亮的这些人。所以呢，当时我就努力的去写一些文章，去去跟别人谈我的想法。实际上，现在明慧网上还有我的文章，他们我不知道他们能删除我的痕迹删除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真的把我从历史上删掉。那么这时候呢，我的这个团队就遭到重大打击，就是我的这几个同伴都被抓了，其中也包括柳志梅。柳志梅他是主要负责印刷的，然后呢，那个发明那个战法的这个伙伴啊也被抓了，他后来被判了13年，现在还陷在这个中国。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最出彩的时候，是我和另外2个那个重要伙伴，那2个重要伙伴现在全都陷在中国，以至于当时肖明采访我的时候，我就再次跟他说，包括我在我的脸书上都说，我说还有同修还陷在中国，而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这个名气，我心里其实是有些不安的。然后呢，在一次突袭之中，我呢这个仅以身免。当时呢，就是我太太的妹妹的这个妹夫是在海军，然后呢他们就先控制他，然后呢控制我太太的妹妹，然后呢让他说出呢就是他父母去哪儿了。我们当时帮助他父母也找了一个在外边的住处，后来呢他们就说出他的父母在哪儿，然后呢这个说出了以后，那些人立刻出发抓捕他的父母。就在这时候呢，他们还没到他父母的时候，我太太她的妹妹和妹夫电话通知我父母说他们刚才来找我们，我们已经说出你们了。这时候呢，他的父母立刻通知我，当时电话里那个声音中的恐惧，我到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
当时我唯一的一个想法，立刻搬出在我太太父亲暂住处的那一台计算机。那台计算机里是有一些重要的加密的东西的。我当时就开着车直奔他那个地方，而抓捕他的人也就到了。当时我知道我可能是那什么，在此前呢，我都是把车停在另外一个小区里边，然后从那个小区的铁栏杆的一个缺口上面钻出去，然后进到另外一个小区。这样我就可以保证，如果有人用车跟着我到那儿的时候，他的4个轮子会变成2条腿，而我也是2条腿。这时候我们就是2条腿对2条腿。在这个战争中，资源对资源是你始终要放在脑子里，你用什么资源，别人用什么资源。这也是我在那个信息安全慢比中非常强调的一点。那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在那次，因为我非常着急，我呢就把车开进我岳父住的那个小区，把那个后备箱打开，倒着停在那门上面。我准备从楼上搬着那个下来，就进那个搬着计算机下来，放进车上我就走。我呢就是到了6层，6层之后，我刚一进去，还没说2句话，叮咚，这个楼门的那个有个按钮一摁，每间的那个电铃就会响。这个电铃一响，我们整个家全都一声不出，那种寂静都让我害怕。我和我岳父互相对视了一眼，我岳父当时的表情语气我记到现在，我也非常感激，极其平静。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见到很多很多极其优秀的人，或者是普通的人，在那个时刻展现出他最优秀的那种成色。我的岳父非常平静地说你先走吧。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全家都会被抓，然后我会走。所以一次一次面临这种生离死别，一次一次面临着我这种非常亲的人被抓。而明慧网的文章说，于超走到哪儿都被抓，其背后的原因有谁知道呢？我就说你说这个话简直是，你还有没有人性？我就说，然后我就扭头，我就从那个楼上往下走。那个楼只有6层，我没法往上走，我只能往下走。然后呢，因为我岳父在那屋子里一按一个开关，单元的楼门就会打开，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那个脚步的声音，砸踏的脚步声音充满了整个楼，一下就像浪一样就涌上来了。那个在肖明那个片子里我有口误，我说我就往上走，其实我是往下走。当时啊，法轮功刚刚开始这个发正念的这个实践，我就开始脑子里开始念那个正念口诀了，开始一边念着口诀一边往下走。说起来我也有一些超自然的经历，这次就是一次。然后那个人就是底下那些穿着灰色服装，然后那个肩章上面中间一条红道，我不知道他们那是保安的还是什么人，就涌上来了。因为我呢穿着西服，然后我是故意穿着西服的，因为我穿着西服啊什么的，这个一打扮呢，显得好像是就是因为中国都是看人下菜碟嘛，是吧？就显得比较怎么说呀，就是比较高档吧，就这么说吧，比较高档。然后呢，我当时就做出一副那个居高临下，而且那个就是上等人对下等人的这种姿态。如果我绷出这么股劲儿来，我还真能演得挺像的。实际上我不是那样的人，实际上我自认为我还挺平易近人的，尽管我在这个战斗中是比较好斗。那个我就摆出这么一副就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说老大让开一下，然后那些人都乖乖的就给我让开。但是跟着他们的是一些警察，其中一个警察非常自然的就是站在我面前。那个警察那个眼神表情我也见过很多，那种表情那种眼神就能让你心里打哆嗦。他就直看着我，就说您贵姓啊？我当时呢一边发正念，我就像是看到我的那些恐惧那些杂乱的想法就像一层就是这么高的乱草，而那个正念就像这么厚的白色物质整个压住那下边蔓延的这个乱草，全都被白色的这么厚的正念全压住了。当时我就看着他的眼睛，看到他的瞳仁里，我说我姓赵，因为那时候我想起了我在爱尔兰的同学赵明，我说我姓赵。
然后呢，他看了我一会儿，就把身子一侧就让开了。这时候呢，我就走出那楼门，我的车还停在那儿呢，我的这个身份证，我的这个驾照，我的就是住在另外一个小区的入门的那个证件全在那上面。然后呢，我就连一眼都没看我的车，我就走出那个小区，一边走我一边跟自己说：“我说于超不要跑，于超不要跑，于超不要跑。”这就让我想起那个《黑客帝国》那个 Trinity， 就是一下撞进一个窗户，从楼梯上滚下去。他说 ：“Trinity get up。”我当时跟自己说：“我说于超不要跑，因为当时你的腿都不听你的使唤，你就要开始跑。”然后我当时身上分文皆无，没有钱，没有身份证，什么都没有。我呢，就是走出那个小区，拐个弯，我知道脱离他们的视线了，然后我撒腿就跑，我拼命的跑。然后呢，那个跑了好远好远，然后就叫了一辆出租车，我立刻就叫出租车，我说去那哪儿？去那个国际展览中心。我之所以去国际展览中心呢，是因为那儿离4环路比较近。国际展览中心呢是在这个东北3环那块儿。我之所以去那儿，是因为此前我和王维宇在那儿接过头，他当时一直向我保密他的住处，我们之间是如此保密，以至于此前的见外国记者的这些事儿都没有和他说，他也都没有参与。他当时参与的事情仅仅是给我提供一些复印纸，因为我那是一个那个印刷点儿。然后呢，他到那个地方去接我，我只知道在那个地方我能和他见面。然后在那个路上，我身上还有手机，我就非常着急的给王维宇打电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联系不上王维宇，给我急的呀！因为我一旦联系不上王维宇，我到国际展览中心那块儿，我就支付不了这个出租车车费。如果那天整晚上我支付不了出租车车费的话，出租车司机不久就会叫警察，而一旦叫警察，我就被抓。所以当时那个整个的那个路就是在悬崖边上啊，我就在那个当时叫八达岭高速路，现在叫京藏高速路上，由北向南狂奔。就在这条路上呢，往那边走的时候，迎面来的那个非常长的警车呀，那个我就知道是去抓我的。那个红蓝灯闪的整条路都变红变蓝了，就那儿走。后来我就看着那个车往那边走，我就开始给楚彤打电话，我给我太太打电话。当时我们早就约好了，因为当时我们随时准备生离死别，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那个岳父已经生了重病，我说几十人的医疗队已经到了他那个家里边了，我说现在你赶快出来，到那个国际展览中心和我见面。当时我非常担心，因为当时我们那个住处是在那个离这个我岳父所住的这个西三旗不远的那个霍营的那个燕城园小区。燕城园小区是城建集团的那么一个住处，我在那儿租了一个房子，燕城园小区。然后呢，燕呢是燕子的燕，燕呢城是城市的城，燕城园小区。我就担心那个他们拿到我那车以后呢，一看那个停车证，立刻在那个燕城园小区4个口一堵，我太太和那个当时3岁的那个儿子就全都被堵在里边了。当时我那个心呢，那个压力啊，就简直是现在我说起来都紧张。然后呢，那个我就叫我太太去那什么，当时我们的那个身份证件还有那个钱什么的都放在一个包里边，拎起来，房子里什么都不管，我们就走。而这个事情，这个动作是当时那个王维宇的太太萧晴发明的，就是说把你所有的重要的东西都放在那个一个包里边。你在任何凌晨2点半被攻击的时候，你从床上站起来，穿上衣服，抓上包就走。而你要租在2层，这样的话，你可以从2层上往下跳。所有的这些我们都考虑了，我们当时真的跟特种部队一样。其实我是业余的，我从清华大学毕业，没有学任何这些东西。我们当时面临的这些事情，远远超过这个电影里所能表现的那样惊心动魄。其实我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我敢说李云祥一点都不知道，因为我在跟肖明谈的时候，也只是说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很少的一部分。我关注的是真相能不能被传播出去。我当时努力用我人生中最大的这种勇气和才能吧，去做了这些东西。而现在法轮功的这些
明慧网以及包括李云祥在内的这个电影全面的抹除真相，我内心感到很沉重，很沉重，也感到很悲哀。然后呢，我太太呢就是带着这个3岁的孩子，就在那个已经非常深的夜幕之下，坐着车呀去那个国际展览中心。当时国际展览中心那儿所有的商店全关门了，那是夜里，已经10点了。我就是又在一个应该是肯德基那个店那儿等着。幸亏那个记者不是，幸亏那个出租车司机比较厚道。然后当时我给了他70块钱，然后呢那个说你那个多给了一些，我说让你等这么长时间，谢谢你。我还生怕这个出租车司机生疑，然后呢那个告发我。这时候我已经联系那个唯一一个我能联系上的，后来这个人也成为我第2组人的那一个外围的一个成员。他呢从他位于这个香山北边的那个接近温泉的那个暂住地来接我。我又从国际展览中心向西向北到了那个颐和园，再往北的那个温泉那个住处。当时给我打击太大了，就是精锐尽丧，我仅以身免。这就是明慧网上说的那个于超走到哪儿都被抓的那个真实场景。你知道我承受多大的压力吗？当时呢，我太太是拎着一个包一个行李出来的。我当时此前我自以为啊是非常坚强非常勇敢，就是你再大的打击打到我头上，别人可能已经害怕了，我会像豹子一样扑上去撕碎你。我是这么一个人。就在那时候我的手就不停的抖啊，你知道吗？就不停的抖，就是拉开那个拉链，内心的沮丧啊懊丧啊害怕呀，然后我的这个小组成员被抓的这个痛惜呀，我的眼泪两个眼泪顺着脸就往下流，我都不敢相信我流眼泪了当时，但是眼泪就是往下流，就到这种程度。我20几年了，从来都没有忘过这些艰难困苦。还有后来很多的事儿，每一件事都可以拍成一个电影。我不在意，就是说是不是能在李云祥的这部电影里出现，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在我的节目里说一说这些事儿。然后我在他那儿住了一个晚上，极其疲劳，在恐惧下，你的精力，你的那个，你就像被掏空了一样，你知道吗？你以为你的那个勇敢，你以为那个要在极大的压力和损失下看成色的，你知道吗？那时候你人还能走路就已经不错了，要我说。后来我第2天就坐上那个出租车，和我太太和孩子一起就到了那个我和王伟宇约见的那个地方。和王伟宇约见那个地方呢，那个不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解决这孩子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带着孩子去王宇那块儿。孩子刚刚和我们在一起不久，因为我当时刚刚那个从看守所出来，我太太第一次从监狱里抓了被出来。我们当时知道，在四川的那个女性大法弟子怀孕8个月了，被铐在电线杆子上晒，而且用产钳夹碎了胎儿从子宫拽出来，就这样，大法弟子就是如此被残害。然后呢，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那个儿子身上，我们必须把孩子迅速的交给另外一个可信的人。我太太就把这个孩子呀约了他的高中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就在这个朝阳公园见面。然后呢，孩子不知道，就带着孩子去玩着，我太太就走了。然后呢，孩子就被那个同学就带回去了。这个对孩子来说也是极大的刺激，孩子长期的在他们家那个夜里大哭，因为突然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的家里，然后逐渐的他就开始管那个同学叫这个妈妈，然后呢但是那个同学后来也怀孕了。那个同学怀孕之后，那个同学怀孕之后呢，那个同学的母亲呢，她就开始偏心，
就开始逐渐的对这个我的儿子呀，因为毕竟是寄养在人家家里，就不太好了。我那同学，我太太同学就给我太太写信，一而再再而三写信说，你现在马上要决定，你要么把这孩子带走，要么你让他就成为我的儿子。这样的话，我就理直气壮的维护他。要么你就把他给带走，送到你家去。后来我和我太太当时正在躲藏的这个过程中，就这些故事全都极大的刺激我们，你知道吗？后来最后我和我太太决定，就让他把这孩子再送回我太太的父母家。当时我的儿子很小，你知道吗？然后呢，那个女同学呀，肚子已经很鼓了，然后呢，那个我儿子就是扑到她肚子上。听着那个女同学的那个肚子里那个小胎儿，就那个对我那女同学说，那个等弟弟生出来哈，那个虎就是照顾他，就跟他这么说。其实我儿子那时候是在一定程度上讨好那个同学他们家，因为他知道自己需要讨好别人，就是这些事儿都给我很大的这个刺激，我从来都没有。就是我精神正常，实际上是，就是我表现出来精神正常，其实是个奇迹，我都觉得是。所以我在这个节目里经常说，我精神并不是完全正常，我就要反复提醒自己，这样才能让我保持最大的正常。就在这个情况下，还有人说，于超都已经在节目中承认自己精神不正常了，他的话都不可信了。你知道这个正常和不正常的背后都是什么吗？你什么都不知道，可以说是。然后呢，我儿子呢，就是再次被送到他的那个，就是外祖父母家，就是我太太的父母家。在哪儿去送回去的呢？又一次是朝阳公园。他那同学带着这个孩子去朝阳公园，他的外祖父母也去朝阳公园，仍然是在那儿玩，然后。同学就把那个孩子交给外祖父母了。这时候，孩子已经不太认识了，回去又是大哭。每次这种大哭都会给外祖父母带来这种内心的流泪。其实，那个同学也流了很多的泪。这些都是，就是现在的这个，我儿子上了约翰霍普金斯，成为美利坚合众国陆军的这个士兵，就等等这些事儿，都是多少。艰难困苦和眼泪浇灌出的这现在，我就说，这个历史是你明慧网和那个新唐人大纪元能抹掉的吗？你知道，当你们在抹这个历史的时候，你把自己置于一个多么被动的境地啊！你把整个法轮功群体的这个修炼实践置于一个需要自己为自己辩护的这么一个境地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我的儿子就再次去那个被送到这个外祖父母家里，这个就是我儿子这条线。那么话再次拉回到那天我被突袭的那天晚上，我呢就是在那个温泉那个地方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在这种深刻的恐惧和那个从精神上就精疲力尽的这个情况下，打起精神，我说还有王伟宇呢，这个王伟宇当时就出现在我生命的这个场景之中，他和萧晴两个人，那个在北四环的那个一个地方，奥林匹克体育场的那个北侧应该是接我，就这些故事，这个场景、天气、表情、光线，哎呦我天哪，就刻在我记忆里边一样，就好像刚刚发生一样，就这些事情。而我好像一直都是25、26岁那种感觉，或者更年轻一些。我不知道这是福是祸，说实在的。然后呢，我呢是在这个颐和园和那个当时把我从国际疗养中心救出来的那个女同修，她现在在加州，和那儿她见一次面。当时我知道这又是一次和她的生离死别。我把那个一点钱放在她的兜里边，她一再不要那出租车费，我说你一定要拿去。
我就放在兜里边，然后就离开了。当时我都不知道这辈子什么时候能见面。而在我那个2013年5月13号到美国，然后这个参加那个游行的时候，第一个在路边人群中走出来叫我名字的就是他。我当时非常感慨，我真的觉得人生如梦，而且我觉得再次见面了吧。然后人和人就是有这样的缘分的，我觉得。在那个颐和园，我和他分手，然后我重新租了一辆那个出租车。我之所以要和他分手，其原因是因为要和他屏蔽所有他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否则一旦他被抓，他就可能因为送我到那个我要去的地方，他知道我在哪儿和王文宇见面，他就经历酷刑，这信息安全就如此重要。我就是从那儿再租了一辆出租车，到了那个北四环的路上和那个王宇见面，在那王宇开着车，就是租了一辆车把我给接起来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就放下了。然后我就到他在那个北三环这个东边的那个甜水园那个地方的那个住处啊，住下来，在那儿我将近住了8个月左右。我们在那儿也有很多的那个经历。在那时候呢，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明慧网看到那个丹呐和我呀之间有比较好的这个合作，他呢就要把我这个关系从丹的手里夺到他的手里去，然后他呢就是在美国做了一些工作吧，最后就命令这个丹不得再和我这个单线联系，而要让于超直接的和明慧网联系。那个就是我的联系关系直接转到明慧网的时候。而在那时候，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至少是我和我太太吧，已经看到了这个明慧网和大纪元之间实际上是有一些矛盾的。因为丹当时他是主要是替大纪元服务，然后呢但是没关系了，对我来说是要建立这样的那个渠道。我呢就是那时候就和明慧网建立这样的联系。明慧网也需要联系一些国外记者，但很显然他在联系国外记者这方面吧，他不如丹有这样的不如他有感觉，他不如丹能把握住这国外记者他需要什么，所以他联系国外记者的这个频率和这个质量啊都不是特别的那个高。但是在这段时间，我们联系了美联社的那个社长分社长，就是那个 Charles Hustler。我们和他的那次接头就找到那个地方。我们这个事情中非常重头的那个是走遍北京去找到刚符合刚才我说那种甩脱地形的那样的地点，你知道吗？找地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因为我们没有钱，没有人，没有武器，没有那什么，我们能打你就靠地形打你，就靠时间打你，就靠我们的计划你们不知道，我们匿名来打你，就靠我们10点钟吃饭而一直溜到下午1点半，下午2点饿你饿得肚子里咕咕叫来打你。当这些优势一点一点的被，还要靠我们当地人多来打你。当这些优势逐渐的损失的时候，我们这个活就干不了了。而当时我们这个优势正在逐渐的损失，因为我们的人在损失。你这么精巧的行动啊，它需要当地的就是参与的人都是都是能领会这个东西的人才行。不能说今天我就觉得上天安门重要，你这个事儿我可干可不干，然后听半耳朵，然后我去干。在这个配合之中是以分钟计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交错，出租车什么时候停在那块儿，那甚至坐几个人，那个人是坐在那个出租车什么位置，全都得设计好，以及这条路白天路况是什么样，什么时候车多，什么时候车少，全都得设计好。然后我们这样能塌下心来做这样的事情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都去追求当时当地他们所认为那些标准动作，能真正所谓当时在法上的那些标准动作。然后呢，我们就把更多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去打电话联系。这时候王伟宇说的一件事情给我印象非常深，因为我们当时有的时候还需要用到这个公用电话。公用电话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坐车去到比较远的一个地方打公用电话。王伟宇提出一个见解，
这个印象一直留到现在。他说我们要尽量少用公用电话。他说因为你比如说你住在这儿，你跑得比较远的地方，这儿打一次公用电话，下次你去完全不同的方向，到那儿再打一次公用电话，然后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再打一次公用电话，你以为隔得很远。他说我要找你，我怎么找呢？在这3个电话3个点那儿，分别以它们为圆心，以1个小时乘以公共汽车的速度为半径，那个距离就是1个小时乘以公共汽车的速度。比如说公共汽车是每小时10公里吧，平均速度每小时10公里。那么好，我就以10公里为半径，以3个做圆心，画3个圆，它们交汇的那个区域就很可能是你住的区域。假如你不是打3次电话，你是打4次5次，他们定的就更准确。其原理是什么呢？是因为你没钱，你打不了出租车，你走呢，你又不可能走10公里，他们又知道你不会在自己很近的地方打电话，那么他们就会认为你所能用的交通工具唯一的只有公共汽车，那么他就粗略的用这个10公里，就是这个出租汽车这个1小时的这个能开多远这个距离作为一个半径，在那画3个圆，中间就是你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定位我们的成本低，而我们走出去那么远，时间的成本高，所以呢，我们等于是用一个高成本对付人家一个低成本，我们就非出不可。所以王伟宇他就提出这样的见解，当时我的心里我说真不愧是清华毕业的，我心说就是说这些那个事情啊，都是留在我的印象之中。后来呢，王伟宇在这个整个这些事中啊，提出了很多这个高明的见解。因为你在那样重大的压力下，你再聪明，你的脑子也跟木了一样，实际上是人是会受外界这种重大压力，受你的心情，受你的这个恐惧的左右的非常厉害。那时候你就需要互相支撑。所以呢，王伟宇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人，我没有意愿抹杀他的任何那个什么，他也在那个第2组人中扮演了这个重要角色，而他最重要的角色是他掩护了我和我太太，而这也是北京市公安局抓他的时候多次跟他说的。他说因为你把于超给藏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到这儿是什么呢？就是说由于那个李云祥还有这些写剧本的人，他并不知道这个来龙去脉，他就以为这些事都是我们这些人共同干的。你粗略的说是共同干的，但你里边描述的那些事儿基本都是我于超干的，就是这样。而这个背后的那些故事，如果你要想知道的话，会使你这个电影也许更加吸引人一些。那我现在就想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过去22年发生的这个事儿啊，实际上是每一个大法弟子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他对法轮大法这个真善忍道理的这么一个，就是你用生命把那个道理和话语变成鲜活的这个存在，是这么一个。你要是去抹去历史，其实你是抹去的是这些鲜活的存在。所以我的这个节目的名字是什么呢？不容青史尽成灰，因为这是犯罪。今天我的节目就先做到这儿，可能说的时间太长了，也许大家听的可能也有些不耐烦了，但愿没有吧。我看一看大家说什么了。那么今天我的节目先做到这儿，我看一看。好，那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